闻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雷电。把它打掉，打一个圆形，有没有哈？有没有？哦，也是工卷方便。对，这有工具才有。他们都用汤匙，可是我们这个是自己制造的。哦，好吃，好吃哦。哦，它不输马粪呢。对啊，味道很浓。豪华的游艇带你出海了。江江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太夸张了。欢迎来到台湾的地中海。哇，这边上来有惊喜耶！我只要心情不好就在这里大喊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哇哇！哎，好爽哦！今年夏天到澎湖啊，其实现在来澎湖啊，怎么玩呢？现在大家都知道来澎湖一定要跳岛玩，因为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岛屿啊，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玩法，然后有不同的风情样貌。但这一次我们带你的跳岛玩呢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有限时、限量、限定，不知道了吧？因为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玩，跟着走就知道。走。夏天当然要冲向离岛与大海，今天要去澎湖进行跳岛旅行，而且更厉害的是，这次我们整理了澎湖岛上限时、限定、限量版路线，嘿嘿，假如没有把握好时机，错过啦，可是要等一整年。不想后悔的朋友，赶快跟上咱们的脚步，出发吧！哇，基本上现在来到澎湖啊，你一定会去什么南方四岛跳岛玩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去的地方是七美岛。那七美其实当然上面也可以住宿，但其实很多人啊，因为时间很赶的关系，所以通常都早上搭第一班船，这个时间大概8点左右，7、8点的时候坐第一班船，有没有？对，还有13号，还有50号，对，然后他们会这个时候直接出发，先去到七美岛。大家这个算是交通接驳船啦，所以它会有好几个不同的点，然后。但是当天如果你的时间只能当天回来的话，下午3点，下午3点就会从七美又有船回到靶公这边，所以在时间非常赶的情况下呢，大概5、6个小时之内，到底要怎么玩这个七美岛？有哪里好玩？有哪里可以去玩？有哪里那么漂亮好吃？我们这一次马上就让你知道，好不好？时间很赶，那我们就赶快先上船，然后直接出发，然后去七美再看看。其实我现在也都不知道，反正去了就知道。好，走。第一站跳岛，咱们出发去七美。七美是澎湖的热门离岛之一，岛屿腹地不大，骑车1个小时可以绕完一圈，加上船班从南海游客中心到七美，船程就需要70分钟，所以限时的一日游非常热门。好，我们到七美岛了哈，哇，这个不得了！我们除了限时以外，还碰到天气的限天气哦，既然下雨了。所以今天的原本有想好的一些行程，现在也变得更不确定，但没关系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们还是一样往前走啊，走一步跨出半输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看可以玩什么，我们就尽量就是这个时间点内玩透，走。哼，天空不作美，但浇熄不了我的热情。这里海产资源丰富，早期妇女以海为田，她们练就一身功夫，几乎人人都精通游泳与潜水。冰箱没有菜，没关系，那就下海采集9孔海胆加菜去。呀，6，哎呦，你们在准备要下水了是不是？是啊。大哥也下吗？哎，海下。哦，大哥6。哦，下去啊。海女跟海男都出现了。我们从哪里下？这边。从双星食物下哦。哎。哇！你平常时拢在家？系啊，沿海岸全部都会。
你们整个七美你们都可以下。对啊，都可以啊。啊，现在是为什么这边下？这边是这边下，那边的潮汐不好。哦，它现在因为今天南风已偏，经了哦，南边的浪会比较大，哦所以我们选择北边。如果北边只有北风的话，我们选择南边。前2天是吹北风嘛，对了，东北啊，今天吹南风，我所以我们在这边。跟着风。它这边的潮汐啦，这边1个钟头啦，这边1个钟头。哦，1个钟头1个钟头这样游。对啊，啊，我们是会在这个范围还是会出去？进去中心里面，看看没关系啊，也可以拍啊。我们会游出去吗？不会游出去，都在中心里面了。你想出去吗？我们在啊，出去不会有东西啊。出去没有东西，所以没有东西是？对啊。我们不管在哪，只要有东西就好。对了。啊，有没有？应该有一些特别专属于七美的一些。下去看到之后，不确定它会有。不确定有。不确定它会有什么东西啊？七美双星石户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石户，但必须说这次太奇妙了，竟然要游进石户里。所谓人生第一次，跟着达人准没错，因为大姐当海女已经26年了，而且在当地也仅存4名海女了。这不是有豆苗怎食？用夹啊，来讲讲就好啊。啊，内底肉敢好食？好食吗？哎，这多好，伊肉较好。干嘛呢？哎呦，比较硬一点。啊，味道呢？味道就一个海胆。它会浓吗？不会了，不会。再咖啡。你觉得好吃吗？真的哦。哎，我没有吃过魔鬼海胆诶。我这碗你差不多。哦，有这差哦。系啊。好。不能碰。好，这都你们用叉子叉，好。果然是专业一出手就知有没有，没想到才一会儿的时间，咱们马上就收获满满啦。但靠海赏饭吃的同时，我们也要遵循大海的节奏。今天刚好海象状况不太好，我们只好放弃继续前进了。然后现在整个雨啊、风势也都起来，啊浪也起来了，对，所以我们赶快上岸。真的起浪了，所以赶快上来。一般季亚说，我们都天气好一下去没有一整袋满，它是不会上岸的。对，已经都2、3袋。这等于就是安尼啊，把它打掉，打一个圆形，有没有？对，你看挖掉，我们一半了。这是我们在家里回去挖的时候就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哦，有这工具很方便。对，有工具才，他们都用汤匙，可是我们这个是自己制造的，你试看。其实肉也不是不少。是，它肉不少，很咸，对不对？不会啊。好好吃。好吃，它有用水洗过，好浓郁哦。对啊，海胆味道很重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吃。哦，很香啊。很香哎，它的味道。真的啊。我有没有吃过紫砂海胆？我不知道。它不输马粪哎。对啊。味道很浓。所以一般海胆你们都怎么煮？生吃？生吃。炒蛋。炒饭。煮汤。哦。它都可以。海胆炒蛋。不愧是大海版本的百货公司，海里的限量版真的1年只有1次，而且给你什么你就得吃什么。今天大姐特别推荐了一间在地人的餐厅，据说那里可以吃到非常传统的七美家常菜哦。既然来到七美我们就不要走观光客行程，我们就要找行阿来里面的行阿来的行阿来。最在地的我们的秀凤姐，哇，来这个小凤小吃部，我想
这边是没有在做观光客的哦。没有。我们先吃这个好不好？好海参，这海参说处理很麻烦呢。对呀、这一起插啥？这个插那个蒜苗，蒜苗，还有我们这边在地自己用的那个大头菜。自家己泡单。对，嗯，也是我们七美自己种的哦。自己种自己晒干。对，哇，这个好吃哦。真的好吃啊，这个煎蛋也好吃啊。它配海参也刚刚好，够脆脆，然后不过它那个晒干不会咸的，不会香，完全不咸哦，因为我口味本身是偏清淡哦，我都觉得不会咸，香脆。呵，海胆，进攻海胆，这海胆有差呢，哎，哇，好香哦！其实光这样子你都闻到那海胆的那个香气对呀、。这个海胆很香。嗯，这个海胆一般我们传统也都是直接这样炒蛋吗？还是后来？对呀、都直接炒蛋了。传统就已经是炒蛋。哎这里这个这下面石老，石老，这个花菜是我们在地的。也是在地的。对，这一桌叫也是西美自己种、自己腌制。也是腌制过的。哎，哇，酸的，脆脆的。酸脆脆的。你的那个酸味是来自于这个腌过的，不是加醋哦。不是，酸爽，那种白肉鱼，然后酸爽清香，哇，好甜哦。这个煮石老最好吃。主食啊，它这个没有想到花菜这样子腌完以后，它那个酸度跟我们想象平常那个我们那种什么泡菜啊，不一样，酸菜的某港完全不一样。它的酸是很清爽清甜，因为它自己本身那个咬一咬，然后那个甜味，花菜甜味还是会跑出来。这个花菜也是要细的时候就要摘起来用的。也是你们自己种，然后时间到就差不多赶摘起来。太老啊。然后搭配这个，你说这个石老是不是？对，石老鱼。石老鱼。我最后讲这你要我讲。品尝完在地海鲜大餐后，我们即将跟七美短暂的告别了。虽然有一点点意犹未尽，但没有关系，总有一天会再回来的。接着，咱们要回到澎湖本岛去寻找一个超级限量版的美食。来到澎湖吃粽子，我们平常大家其实都蛮喜欢吃粽子的。现在吃粽子不一定是要端午节，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吃。但是今天我们来这边呢，就是你会看到我手上拿这个，说是很重要的工具，吃粽子少不了这一道必要的食材。那我们这个今天有这个秋芳妈妈，其实她已经在工作，我还在旁边玩，因为我觉得今天天气很舒服。秋芳妈妈在这边，她很认真的，不知道在插是什么。你看她这个插着有没有？有点像我们之前去呛那些头龙，有没有？也有可能哦，插那个土龙或者插什么鳗鱼。可是他说这个是很重要的食材，不管要吃之前先要付出，好不好？小芳妈妈，你在呛啥？我在读课啊。读啥？哈？康啊，是啥？什么康？康啊？贝壳啦，都是蛤蟆。贝壳啊？我叫做读康啊。查卡。都用这个，一般这个啊。但一般像这种潮间带，不是都是那个耙子？用耙子比较辛苦了。用耙子比较辛苦吗？当然了。这个比较辛苦吧？不会啊，这个你看，你就这样子，好像在玩一样啊。你看它喷水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它这个是只是小小的一个，所以我们不要剪它。我们要剪的就是大颗的。像这个。对。很大这是你拄我签到的。哎呀，这叫大壳。大壳。这就是咱。伊本来就伫个土的啦。咱给它嵌无吼。其实它就会吓到了，就合起来，就喷水，就喷水，就注水。
大蛤生长在澎湖潮间带，喜欢栖息在30到50公分的沙子里。当地人会观察沙土的孔洞，然后运用自制钢条插入洞内，再测试沙子里有没有大蛤。最后必须一个一个挖出来，过程费时费工，所以价格也不菲。这个算是虾子摸象哦。虾子摸象，我在寻宝啦。寻宝哎，对了，虾子寻宝，因为我们家像哦，有吗？我看伊在注水哦，其实它有喷一点点，你看，你看，以后它剥一个，伊来都别个煮啊。这个吗？哎，对，这个哎，啊，你看，有开口，这个你的雷起在喘气，你看，它在呼吸啊。但它现在闭起来了。刚才有一种就是要微开一下，然后你碰它马上就缩进去了。这叫做后壳搞开啊。这有点像我们讲那个花蛤、花蛤，漂亮哈，那个纹路很漂亮。花蛤这样子已经算大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它不会再更大了。它没有再大了，嘿，再大也是再大一点点。对，差不多啊。这里有被低啊，是被。无，这爱摕等去炒豆干炒就好食。哦，像那个擦海呀那种，对不对？海瓜子啊，海瓜子。可是它那个肉哈，挺海瓜子吧，够较甜，够较好吃。花蛤，好，这个也要。这个也要，好，慢慢的，继续切。我看你切拢未切就深呢。因为就切的啊。袂过哦，真的。你俩切的时阵哦，你就把伊切掉啊。切掉伊的。它就贝壳啊，贝壳就歹去啊，就是啊，就是伊个角度就袂用力啊，哦，所以壳也要用，我之前那都是要来摕壳啊，重要是在壳啊，重要是壳，对啊，不是吧？不是哦，有啦，爸妈是爱呀，妈妈是爱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有吗？有。我这个弄得很漂亮呢。这个就是牛菜，冷眼，嘿，它一定要用一个鸡蛋哈，一个给人好一架，安尼一个，它就可以撑得一整天。超赞的哈。这好好吃哦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所以壳也要用，我之前那都是要来摕壳啊，重要是在壳啊。重要是壳？对啊。不是吧？不是哦，有啦，妈妈是爱呀。妈妈是爱。嘿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有吗？有，你看不出来？你看不出来哦，你看到的，你看我这几10年的经验啊咯。好大哦！好大一个！这怎么看？你刚才是戳到以后，对啊，伊抓咧注水，你看，这是另外一种壳啊。这叫嘛是椰，可是他是小孩子。对。这么小，咱爱摕无？看你哪里挖这种是袂袂用的，阮就爱个用水吼，阮就爱家带落，让它再散。就把它放回去就对了。把它放回去，对。好啊。所以我们就让它都等起，可以大汉。可以大汉，咱再改切。这个永续啦，这个概念还是很重要的。许妈说，近年来澎湖的潮间带受到人为破坏，过度捕捞引起生态失衡，导致大蛤数量越来越少了。虽然澎湖县政府农渔局有进行复育工作，但一时之间要恢复往日的数量，恐怕还有点难度。竟然这有影歹找呢，靠耐心的啦。等一下，发现了？唔知，有一个声音不太一样。等一下，是吗？我唔知。等一下。你听看声音。
哎，这个吗？哎，搞哦。你再听一次声音啊！啊，你看你擦碰到这时候，其实在喷水啊。我真正看不出来，伊在喷水呢。哎，这个是吗？哦，这厉害哦。差不多花了我快1个小时的时间，终于呛到一个大量的，但我完全看不出来它喷水，你完全看不出来。完全看不出来，我只知道有一些泡泡，然后就没有那种就这样子啊，没有那么大，它只是闷一下，好像可能那公安小小的一闷一下这样子。所以那个水流一不注意，你就看不到那喷水了。对，这个没有很难，这个很难找呢。很难找啊！你看你找多久了？对啊，这个你要一个早上能找多少颗？找不了几颗啊。没有几颗，现在超少了。以前很多吗？以前如果来讲的话哈，一个早上就是我们一个潮汐的讲，咱为都要退潮啊，到啊退潮完了，到要等起潮2、3个小时。这几来呀？这种 size 的吗？不一定，但一定至少差不多满满。差不多有这多。一上午的努力果然没有白费，有了这些食材，就能完成澎湖海味肉粽。许妈将大个填入油饭，绑上棉线，在蒸煮过程，鲜美海味会慢慢渗透到油饭中。另外，为了犒赏我的辛苦，许妈也准备一道即将失传的澎湖新娘菜来招待我们。来，粽子，这样看很像。它其实拿起来以后，那个扑鼻的那个香味啊，因为它里面有油饭，所以其实闻起来多少有一点点像，但它还多了那个海鲜的那个味道。是不是满满的海鲜？哦，好好吃哦！我的妈呀！哟，妈，这个好好吃哦！真的哈，好好吃哈，好厉害哦！那个里面的那个干贝啊、虾米跟拉巴的那个海鲜味，就是一直嚼，越嚼越香，mix在一起。哦，这个很厉害。那妈妈，这个是什么？猪肋含卡卡吧。这叫啥？你敢知？阮较早叫做阮的蜜配。蜜配什么？蜜配什么哦？蜜是就是配菜啊。阮都无啥通配，敢配这个。你说这个就过分了，妈妈。没有啊，这个真的啊。很多人想配这个是吃不到的。我们没有，我们以前没得吃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蜜配，这就是阮的配菜。逐天3餐拢是食这。吃好。真的啦。我是无物件通食，阮只有家己去捡来啊吼，捡迄猪肋吧吼，迄猪肋，然后贝壳肉，迄卡拉吧，有无？迄拄啊在搞卡拉吧？哦，你看有好食无？有够好吃，咸咸甜甜，然后微微的一点辣，它看起来好像很重口味，但它其实很清爽，很清爽，很清爽。对，拌饭拌面，浇下面都好吃哦，然后用沾水饺沾什么，对，也好吃。对，哦，然后它这个肉质口感又好，稍微烫过一下而已，对不对？对，稍微穿烫过一下。穿烫过一下。这个肉有多厚？这个每天吃都真的很可以。那这个是什么？我这个弄得很漂亮呢。这个就是牛菜，冷眼。冷眼。冷燕为什么叫冷燕？它里面是什么？有燕窝是不是？其实那个也有那个洋菜啦。哦，下面这个。对，这洋菜。有看它是白白的，看起来有点像冬粉的。对。但它这个是就是盐啦。菜叶。菜叶。对。然后这个是鸡蛋。炸过的鸡蛋。以前我新娘吼，刚会当食3样3文呐。3道菜。对。一整天下来是不是很饿？所以他一定要给他有麦当劳。那是现在。他一定要用一个鸡蛋哈，给人好一架，他就可以撑得一整天。
酒，超赞的哈，这好好吃哦，而且是健康啦。脆香，然后它的口感真的很清爽。新娘是整个都可以吃，还是只能吃炸弹？没有，他整个就是让只有一碗给他吃而已。哦，好辛苦哦。以前的那个新娘都避暑嘛，那这种新牛从头吃到尾巴，对，新郎比较爽啦，还可以吃有喝。现在以前的新娘没有哦，我们是真的是饿一整天。食物反映着人生，桌上的料理都有着许妈那个时代的生活苦涩感。接下来我要去寻找一个限定版水上活动，先跟大家卖个关子啊，或许这会是我人生中最靠近国际殿堂的一次。这次来到澎湖啊，其实我感觉到尤其今天特别的荣幸，就是我走跳外景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来到这个位置，达到奥运等级。我现在离奥运非常的近，因为今天带我的这位就是奥运选手，台湾的奥运选手，我离他非常近，我离我奥运的等级就是一步之遥，就这么近。这个算是我听讲是台湾第一位奥运选手嘛，完这个算是叫这个正式名称叫什么？风浪板，无动力的风浪板。对，你参加过几次奥运？3次奥运，17岁参加第1次的北京奥运，然后伦敦奥运，里约奥运，然后本来还在挑战第4次，然后东京吗？上一届，但是就是疫情，是一个借口。没有，绝对是疫情，绝对不是借口。对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啦。你们也都是第一次玩吗？对啊。骗人！刚才私底下明明就不是这样聊。第一次玩的只有你吗？你之前有水性是 OK？ 可以。那你是喜欢冲浪还是喜欢？为什么会想要玩？他带我来。被推坑。所以你之前也是玩了多久？玩这个？玩了几个月吧。几个月？对。都是你学生吗？他们怎么回事？还没醒，是不是这个时间点？还在呛吧，还没醒。好，反正等一下就是都有这些前辈们，好不好？跟着一起玩。小刚同学，我们先体验一下。然后好，动作太快了。太快了。要慢慢拉。对，因为你在水里面的时候，其实反而是黏水，不会那么轻，没办法1秒钟拉上。对，然后肚子挺出去，对，站起来就好，对。好，看一下船头在你的哪一边？左边。右边就抓右边，对，很好。OK， 可以准备参加奥运了。好，走，买机票。怎么那么快？好，来，还没。对，好，抓不住了，你就放在后手。抓不住就放后手。就放后手，让它不要失风。对，等它再回去。好。29岁的张浩出生在南投，17岁那年因为风帆而站上奥运舞台。回忆当年6岁就遇到澳洲来的风浪板设计师，设计师邀约他要不要来澎湖玩，没想到就因此爱上风帆，也跟澎湖结了缘。全家为了支持张浩的梦想，举家搬迁到澎湖。好，看你的目标物，那颗浮标。好，对到目标物就回来中间，手可以微弯，对，动作很好哦。手不要太开，超过目标物了。有点偏离目标物，对。然后你看我的身体，你可以肚子挺出去，这个肩膀靠近你的胸口，脚卡住了，慢慢换脚，再推。对，看一下目标物，我们那个帐篷是我们的目标物。对，好 ，OK， 可以2只手换边了，然后继续碰船尾。OK， 很好，有点偏离航线哦。OK， 对到目标物 ，OK， 很好，学会了。像我们的教法就是用我过去的经验，我把它超级简单化，就是让一般人学20分钟的鞍山课以后，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去了解那个风浪板的一个航行概念。所以他们只要上了船，基本上有认真上课。你看，像这是才刚下水第一趟，基本上就是都可以拍出很棒的完美照，然后你也可以了解
风浪板的乐趣。对，欢迎大家来玩风浪板。我不是第一次玩风帆，但我真的觉得找对老师超级重要啊！轻轻的指点诀窍，玩风帆变得一点也不困难。加上澎湖是国际的风帆场域，很适合极限运动的好手来挑战。接着张浩说要带我去一个神秘岛。哇，认识张浩真好，说要带我出海吃香喝辣。很漂亮的游艇呢，哦，三傻，也不知道是谁的。反正他带我上就上来玩。哎呀，张浩，哎，来，碎，豪华的游艇带你出海了，真的哎，哎呦，还准备这么超高级呢！江江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太夸张了，哇，满满的丁香哎，这个真的是只有在这边才吃得到哎。好羡慕你的日常。澎湖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豪华的游艇带你出海了，真的哎，哎呦，还准备这么超高级呢！就澎湖日常，你这喝喝香槟，吃小点。哇，你在那边装，这到底谁的船？这是跟2个好朋友一起弄的一艘船。这你的船啊？对，这是我的船。来，这里面也是一组客厅的。对，如果人比较多，就可以选择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，可以在这里谈啊，或者是在这里看看书啊，喝喝咖啡，比较安静啊。外面是 party 区嘛，还可以 party 区唱歌的地方。这船可以容纳22个人。看一下厕所。出去玩厕所很重要。哎呦，你看这个高度，我很喜欢这个高度。我已经有一个台阶哦，有没有？已经有一个台阶上来了，我还不会有那种压迫感。完整的卫浴，哦，你也还可以看到外面的海，或者是那种全密闭空间，真是干湿分离耶。哎，完整的哦，这个空间可以耶。吓我一跳，吓一跳，被关在里面就不好玩了，不能够玩那个，你知道，去那个小岛风光明媚了啊！好了，非常棒的游艇，那我们就不啰嗦，出去玩喽！夏天乘着豪华游艇出海，人生值得这么享受啊！游艇应有尽有，但这是一趟没有目的地的旅行，要去哪里得靠当天海象来决定，完全限定版。船家会根据当天状况安排最适合的地点。好，来示范一下，不是说网红跳吧？网红跳法是怎样？是要慢动作的。好。哦，跳水哦，网红跳法我也没试过，啊，还不错。在这里完全可以待上一整天不回家，游艇上还可以玩水上溜滑梯、风帆体验，还有 SUP， 整个海域都是你的游乐场啊！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很适合全家大小来享乐。现在我们要换小艇，有没有看到前面这个？这是小快艇啊，然后把马达装上去，然后现在是要登岛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要上那个我的神秘岛。神秘岛。对。它现在这个神秘岛其实很少人上去，是吧？对，还是有一些行程会带你上去，但是很少。就游客一般不太会，很少嘛。我第一次看到这边。对，这个岛，我是觉得它在澎湖，我觉得是心中的第1名的。哦。所以我喜欢带大家去我的神秘岛。想要靠近神秘岛不容易啊！我们轻装上阵换小艇前进，即将踏上这个罕为人知的神秘岛屿，让我不知道为什么内心充满激动与好奇。或许冒险家就是这样的心情，未知且期待。到了！拜拜！哇！
哦，踩这个沙很爽哎。对啊，这沙超细，这好舒服哦。真的，我只要心情不好还是压力太大，我来这个岛就非常放松。我现在光踩上来，我已经觉得不可思议，我已经有一种觉得，你知道有一种身心灵压力释放的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这是我的神秘岛，我的 private island，很漂亮哎，在海上面这样看啊，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，而且刚好风向烟都往南吹。这个位置真的不得不说很厉害，船长选这个位置，那个整个看得到一清二楚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雷电。我现在光踩上来，我已经觉得不可思议，我已经有一种觉得，你知道有一种身心灵压力释放的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这是我的神秘岛，我的 private island。哦，好高级哦，这两字。我的 private island。哦，好高级哦。好，我想欢迎来到台湾的地中海，好不好？这里，独享。可是这样会变成不独享，大家都知道怎么办？打马赛克。我们没告诉你，就是神秘岛，好不好？你来找他，他带你来神秘岛。哇，因为这周遭你看，其实一望无际啊，因为它旁边岛就是一个一个小岛、小岛、小岛的感觉，然后不会太挤，然后现在那种天气又是那种最舒服的。台湾真的就只有这个岛，是面向这么多不同的岛，因为全澎湖有67个岛，对，我几乎每个岛都去过，很少一眼望去这么多小岛。然后有一个那么细的沙，这个细沙真的很特别，因为你看隔壁的基本上都是岩石，这种都是以礁岩为主。就这个岛，你看整片沙一直这样从这上面这样下来。对啊，我们快要攻顶了。哦，这里就是我的顶点，神秘岛最高处。哇！好爽哦！我只要心情不好就在这里大喊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哇，这边上来有惊喜耶，真的是惊喜！就是这边看起来都是沙子啊、沙滩这样子，然后你也看到，其实上来就算现在光还没有全出来，可你也看到这个海的颜色非常非常漂亮。然后一转身，那另外一种风景，你看一圈有20几个大大小小的岛屿。然后如果是大蓝天的时候，大蓝天的时候。海也漂亮，天也漂亮。现在已经，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漂亮。这个岛有电梯的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我让你坐电梯下去，你就不用走下去，不然很累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啊，坐电梯下去。对，好啊。哦，电梯。哦，头好晕哦！哦，我好晕哦！哎呦！我有超深刻的体悟，每个人就该有一个自己的私人岛屿，实在太震撼与美丽了。也因为神秘岛的地势较高，所以可以一览无遗周边的风景。在这里，我完全可以待上一整天不回家。当然，奢华要一整套才过瘾。据说游艇上还有米其林等级的美食哦。Open， 讲讲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体验一下我们澎湖日常跟 HH 日常，这就是我们的。真的太夸张了。因为很爱吃，所以就是也想准备一个很好的食物，所以我们有我的厨师19，来为大家准备完。然后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请19师傅来介绍一下哈。那我们今天用的食材，我们全部都是用澎湖的食材。那待会我们先吃这个，我叫它澎湖 shot， 这个呢是用澎湖的10颗，那它是可以生吃的。那里面呢有一点红色的，那个是日本的3年熟成的辣椒含座里。那搭配的是自己做的土佐醋，那待会呢就直接喝下去，然后稍微咬一下，它是有点酸酸的，那大家可以干杯了，下起来，耶！
哇，好爽哦！那这一道呢是用澎湖的花枝，是。那我稍微帮你们做一些画刀，会比较好咬。上面绿色呢是搭叶，哦，好漂亮啊！直接吃，你就不要客气好不好？大家不要客气。然后它可以慢慢咬。紫苏叶，哦，如何？好爽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你就不要客气好不好？大家不要客气。然后它可以慢慢咬。哦，紫苏叶，哦，如何？好爽。现在这个是什么？然后我会做一个手卷，那它这个比较特别的是，它是用澎湖的丁香，它现在是刚开始，然后有特别小只的，这种小只的是，可能你明后天看到它就长大了，它长很快，对，所以这小只可能这一次过了，下一次就没了。哇，满满的丁香哎，这个真的是只有在这边才吃得到哎。不要说话。好羡慕你的日常。我也羡慕我自己的日常。真的是老饕哎，这我第一次吃，因为这很少，因为过几天就没了。哦，因为它的最小只的，它一定要这个体型，对，因为它再大一点的话，它的骨头会变得粗，那你吃你们就会容易卡到，然后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那种口感。对，这个是刚好有才拿得到，不然你可能明天来，我可能也没有这道给你。哦，就是说它有它太大你就不要了。对，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，就等你可能就看到它出现在炒菜上面，然后或者是炸出来这样子。哦，澎湖的明虾，大明虾，哦，你看这个好大尾，肉又厚，这是我们选择早上还是新鲜的，没有冻过的大米虾，这纯新鲜的，好不好？今天比较好运，也是有这个东西。好爽哦！来，cheers。哇，高档的食材，奢华的享受，这个真的是太爽了。对，一整天让身心灵的满足。我很爱吃，我就觉得玩玩水啊，然后看看夕阳，然后吃这些东西就很开心。好开心，好喜欢你的日常。我想把日常带给大家，好不好？马上来找他，还是一样的艺术市场点，你就会体验他的日常，太爽了！在这边可以直接吃到这个板前寿司，对啊，谢谢英雄师傅，他这么晃的时候，你看核心变得很好，就是这样，每天都要去坐着不动，拜托不要动。因为刚开始我在握的时候，可能从那边跑到这边，这样跑，握不了，然后到后面来对，所以训练得很好。对，哇，谢谢，这种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美食老饕张浩过去常常去台北拜访日本料理大厨，因为张浩的邀约，大厨踏上澎湖的土地，因此爱上这座岛屿，两人才开启了合作。现在到我们这个澎湖的这个烟火季啊，基本上这几年大概都从陆地上、桥上衍生往海里面去看烟火。哎，没错，临场感更接近。在海上看烟火的这个视觉效果比较完整，而且旁边没有遮蔽物，对，没有光害，对。那现在有各式各样，你要去海上玩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次我们推荐来澎湖这边，南海这边好不好？找我们这个海安的德哥，对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船长想翔，哦，想翔跟我们介绍一下，是这个，等一下我们后面这艘船就是我们今天要出去的，今天我们坐的这艘船叫做海友20号，然后我们赏烟火的这个流程大概是7点半开始接受报到，然后8点开始登船，然后8点半结缆开始做这个港内的简单的导览。然后大概是8点50分到花火的释放场地那边去，找适合的位置让大家看烟火。
哦，开始释放了。他现在已经开始先从那个桥漂亮哎，在海上面这样看，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。而且刚好风向变那么好，对。哦，这个位置真的不得不说很厉害，船长选这个位置，虽然我们比较外围一点，但是他那个整个看得要一清二楚。其实今天遇到了很多澎湖限定、限时、限量的事物，就像是缘分一样，机会来了，你也要积极的去把握它，美好才可能就此展开。